男人猛然发现一起凶杀案，于是连忙赶过去阻止，可已经来不及了。女人还是腹部中刀，倒地不起，而凶手也早已逃之夭夭。男人赶紧报警，幸运的是，女人虽然已经重伤昏迷，却并无生命危险。这已经是本月发生的第4起凶杀案了，受害者都是年轻女性，可警方却没有一点凶手的线索。这次终于有了目击者，于是连忙找来男人协助调查。可男人当时距离太远，根本看不清凶手的样貌，只知道对方是一位左撇子，身高大概在1.8米左右。但男人的职业是一位侦探小说的作家，常年浸淫于离奇案件的他有种预感，这起凶杀案绝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却想破头也想不到哪里不对劲儿。警方只以为是男人身为作家的职业病犯了，并没有过多理会，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天后作家就遭到了神秘凶手的偷袭。幸好有一个老奶奶大叫提醒了他，这才逃过一劫。显然作家当时一定是看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所以凶手才会急于杀人灭口。可到底是什么呢？作家一遍又一遍的回想，却就是想不出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儿。这无疑激起了他侦探作家的求知欲，于是决定亲自调查。作家首先来到了莫妮卡的家里询问情况，正是前几天死里逃生的女人家里。可丈夫以妻子身体不适为由，不允许2人见面，说有什么事可以问他。作家感到有些奇怪，但也不好多说什么。在交谈的过程中，作家仔细打量着丈夫，发现对方的身高正好与凶手的吻合，都是1.8米左右。同时经过试探，发现丈夫也是左撇子，难道丈夫就是凶手吗？可作家没有证据，只能将丈夫暂时当作嫌疑人，自己则是继续调查。他通过以往的报道，很快收集到了前3位受伤女性的信息，她们分别是古董店的店员、风尘女以及女大学生。他决定先从第1位受害者女店员着手调查，于是来到古董店询问老板案发当日是否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据老板回忆，案发当天店里只有女店员1个人上班，生意也很不好，直到晚上才来了一位客人，买了一幅画便走了。随后在老板上厕所的功夫，女店员就不见了。当找到女店员的时候，她已经被人杀害。虽然老板说的很简短，可作家还是一下就发现了端倪，那位买画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是他买了画之后又折返回来杀害了女店员，这更像是一起临时起意凶杀。那卖出去的那幅画就很有可能就是关键。于是作家要来了那幅画的拓印本，回家仔细研究了起来，里面正是一位黑衣人杀害女性的场景，与第1起凶杀案简直一模一样。作家推理的没错，这幅画正是凶手作案的关键。此时凶手正在一间漆黑的房间里看着这幅画的原本，他又要开始作案了。一位性感的女人正在镜子前欣赏着自己曼妙的身躯，却浑然不知一位黑衣人就躲在暗处。当她准备关灯睡觉时，黑衣人突然冲了出来，一只手抵在女人的下颚，而另一只则用匕首划开了女人的睡衣。可幻想中的香艳场面并没有出现，或许是对女人不太满意，竟一刀便将女人杀害了。第5位受害者出现了，媒体大肆报道称警方无能，为了平复民众的恐慌，探长只好在记者面前谎称警方已经锁定凶手，很快就能抓捕归案。可他的这一举动激怒了凶手，当天就给探长打了一通恐吓电话，这正是探长想要的效果。赶紧安排手下录音，收集凶手的声音数据。凶手说自己最讨厌撒谎的人，如果1天之内不告诉大众事实，马上就会出现第6位受害者。可探长怎么可能轻易妥协？于是当晚第6位受害者出现了，一位年轻女孩在电梯里被黑衣人用水果刀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了。探长非常气愤，却又无可奈何。幸好作家那边的调查有了很大的进展，原来作家找到了那幅画的作者，得知了画里面的内容乃是一个真实凶杀案件。20年前，一位连环杀手因为被女性欺骗，所以连续杀害了10位喜欢说谎的年轻女性，却至今都没有被警方抓到。所以凶手很有可能也是被女性伤害过的人，或者是20年前那位连环杀手的崇拜者。按照这条线索，凶手的范围一下就缩小了。可作家刚准备将这个消息告诉警方的时候，凶手突然打来电话。作者深谙侦查之道，于是也跟探长一样，连忙录音收集凶手的声音数据。凶手威胁作家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他的妻子。可作家也是非常倔强，根本不在乎凶手的威胁，不仅将凶手的作案动机告诉了探长，还将录音也一并带了过来。可经过专家的对比之后，却发现2个声音竟然完全不同。难道凶手是2个人？案件再次陷入了死胡同。而就在这时，凶手也如约而至，作家的妻子危险了。
杀人犯拼命撞击大门，想要闯进去。好在女人还算机警，提前将大门挡住，并准备从窗户逃出去，却发现窗户竟被铁栏杆围住。而这时，杀人犯已经开始凿门，再这么下去，闯进来只是迟早的事情。女人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内心充满了绝望，直接吓晕了过去。可一觉醒来，女人却安然地躺在自己的床上。原来昨夜在千钧一发之际，作家老公赶了回来，这才救下了妻子一命。事到如今，作家已经完全卷入了这起案件当中，若不早日抓到凶手，他和他的家人都将永无宁日。可凶手到底是谁呢？就在作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探长突然来访，说从录音中找到了关键线索。原来2段录音中都出现了孔雀的叫声，而在这座城市中只有一家动物园有饲养孔雀，因此凶手一定就住在动物园附近。有了线索，警方立即出动，竟发现前几天那位幸存女人的家就在附近。与此同时，莫妮卡家里突然传来一声惨叫，于是众人连忙冲进她的家里，发现她的丈夫正手持匕首准备攻击莫妮卡。事已至此，再加上种种线索作为佐证，莫妮卡的丈夫就是凶手无疑了。可丈夫拒绝被捕，最终在一番缠斗后不慎从窗口掉了下去，临死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案件落幕的时候，作家的妻子却无故失踪。紧接着作家就第2次收到了恐吓电话，说想救你的妻子就到博物馆后门，若敢报警就杀掉他的妻子。凶手不是已经死了吗？这是怎么回事？作家有了前车之鉴，只好只身前往。黑衣人缓缓从黑暗中出现，脱掉帽子，竟然是莫妮卡。作家这才恍然大悟，终于知道当初发现莫妮卡被杀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了。因为莫妮卡压根儿就不是受害者，而是凶手，只不过在争斗的时候匕首意外刺中了自己而已，而她当时想杀的人正是她的丈夫。莫妮卡疯狂的大笑，似乎很享受这种玩弄人于股掌之中的感觉，随后便关上了大门，准备离开。作家奋起直追，却正好落入了莫妮卡的圈套，被一个带有尖刺的石板砸中，再也动弹不得。就在莫妮卡准备下杀手的时候，有人在背后一掌打晕了莫妮卡，原来是探长赶了过来。原来作家并不是没有通知警方，而是特意告诉了警方错误的时间，让他们晚了半个小时才到。这样不仅不会被莫妮卡发现，还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安全。这一次案件总算是彻底结束了。最后警方经过多方调查，也终于找到了莫妮卡的作案动机，一切皆因一个情字。只因莫妮卡太爱她的丈夫了，所以当得知丈夫出轨后，整个人变得非常极端，开始憎恨所有妩媚的女人，这才不断杀戮。最后导致神经失常，甚至连丈夫都想杀掉。而丈夫之所以会在临死前扛下所有罪名，是因为他还是很爱妻子的，也一直对出轨的事情非常内疚，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死最后一次保护妻子。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别忘了点赞转发，关注洋葱，带你走进精彩的电影世界。